北京的7月，在这个闷热的能把政客的头发都烫直的时节，人民日报突然打破了沉寂，想起了他。李克强70名旦，这不是怀念，是暗号。李克强猝逝或许不是一个人的陨落，而是一场体制内斗的侧写。如今夫人提笔申冤，女儿公开反击，老干部传出声援，甚至连官媒也玩起了编者案、追思杀等游戏，愣是把一篇本该平平无奇的纪念文瞬间变成北京高层权斗的测温计。这一波操作看起来是李克强的70岁冥诞，实际上更像习近平的37度高烧预警。而这场纪念的背后暗潮汹涌，一方面李克强的离奇过世仍旧是谜团重重，另一方面权力变天的传闻满天飞，连墙内的微信群都开始转起李克强大实话的金句合集。毕竟当年悼念胡耀邦引发的是一场天安门风暴，如今李克强70名旦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剧本的开场白？而你我都知道，在北京的政治语言里，纪念从来不只是怀旧，那是权力的镜子、派系的烟雾，以及一种微妙的谁怕谁的较量。您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，我是邵峰。人民日报第6版近日发了一篇关于已故总理李克强的纪念文章。正常的人悼念是今天是谁谁名旦，我们怀念他。李克强的悼念则变成了根据中央规定，我们被迫怀念他。这操作像极了班主任强调，根据学校规定，我们不得不表扬这位考第1的学生，说得别扭又讽刺。没错，纪念文章的最大亮点就是一句红红火火、扎眼无比的编者案，按照党中央关于已故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诞辰纪念活动有关规定刊发。这一口气都念不下来，这哪是追思，这分明是表忠，甚至有点是组织让我这么做的，不是我自愿怀念他的味道。而更精彩的是，糗事虽然一度转载，结果不到一顿饭的功夫立马删文，仿佛编辑大哥刚刚一转身就被习办打了个电话，小心你的小板凳不保。紧接着各大网站都集体晋升，看来北戴河会议将近，中共4中全会未定，北京的内斗还在激烈进行中。李克强是谁在怕这个名字被重新点燃，成为历史拐点的导火索？李克强这位经济学霸总理前年突然在上海心脏病突发离世，享年68岁。这年纪在中南海里算是刚进保温杯阶段，他既非过劳衰竭，也没养生失败，却成了中共建政以来最短命的国务院总理。在当前的局势下，这场闹剧并未落幕，疑云才刚刚开场，一时间网上掀起怀疑狂潮，街头巷尾都在讨论这心脏病到底是谁的心脏出了问题。而李克强的夫人陈红不哭不闹，直接提笔上书中央高层，要求全面调查李克强的死因，还我丈夫一个交代，顺便给权力顶层一记温柔又致命的心理暴击。陈红在信里揭露，李克强临终前身边工作人员频繁更换，连脸都陌生的像是新剧组刚换的群演，而某大领导特意热情邀请丈夫去上海调研，最后却只调到了火葬场，这背后是偶然还是有计划的送行？而一封疑似由李克强女儿撰写的信，终于写给您，也悄然流出，炸翻了整个中文网络。这不是什么温情告别信，而是一封文字版的家祭无忘告人民。
据食评人老登爆料，他在信里回忆父亲下班再晚也不忘关心他的功课与成长。对别人而言，他是总理；对女儿而言，他是那个坐在餐桌边的老爸，教我读书，指点星空，让我学会坚强。但暖心的回忆很快转为锋利的控诉。他说，父亲一向身体硬朗，热衷改革，从未怕事，却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发心脏病。他不信这么刚的人会这么柔地走了。女儿在信中还引用了李克强的2句名言：改革是中国的命脉，开放是人民的希望。最震撼的一幕出现在李克强的葬礼上，习近平伸手表示有困难可以找我，他冷冷回了一句：李克强的女儿从不求人。据说习近平当场手抽回去的速度堪比外交撤军。信中还痛批暴君暗害忠良，直言李克强是因坚持改革而被当成威胁铲除，并引用老领导会议上的传闻，高层正要求彻查真相，军委也派人介入。李克强夫人和女儿的信情感直白，火力全开，只是真假难辨，不确定这是剧本还是现实。早在李克强正式葬礼的那一场，陈红与女儿几乎将被动抵抗4字演绎到极致，每一个眼神都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据独立记者赵兰健透露，央视原本想照搬以往高层吊唁的套路，依序播放领导人与家属握手慰问的画面，谁知播到习近平夫妇走近时，画面突然终止，卡得十分尴尬。据说是因为李克强的女儿拒绝握手，不愿对视，让现场工作人员无法剪出合格的镜头，最后只能直接技术性消失。这场葬礼不只送走了一位前总理，更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公民抗命。陈红与女儿用沉默的姿态，强硬的眼神，似乎对着高层喊出：我们知道你们干了什么。而前来排队悼念的民众络绎，李克强的故居外墙堆满了献花，好像倾一城之花，只为送一人。赵兰健对此在 X 平台对李克强的女儿评价道：哀怨和悲绝打动你我，他是大写的人，绝不向杀人犯和解，基本人性不可被血淋集权抹杀，不握手，不对视，缅怀逝者，警示众生，中华民族的光彩不经意间释放全球。乌云密布，李克强女儿不懈眼神，如同闪亮的盲剑，唤醒你我，唤醒全中国。基本人性或许还有一丝残存，此刻并肩携手，揭破黑幕重重。李克强猝逝，真相到底是心脏病还是剧本杀？赵兰健还曾爆料，李克强可能是被下了毒，还点名说是上海武警动的手，主谋是总司令陈元。巧了，这位陈元老兄不仅和习近平铁杆副手何卫东是老乡，还一路从江苏升到上海，扶摇直上，像是开了权力升降梯。不过这只是传言，习近平如果这么干，风险太高，完全没必要，除非真的有鬼。但党媒的反常操作又很耐人寻味，往常领导人去世一律因病医治无效，这次偏偏破天荒地写了突发心脏病，反倒让人觉得此地无银300两，你越说没毒，就越像有毒。还有人问，李克强明知道上海是贼巢，还偏向虎山行，你见过主角自己走进反派大本营的吗？这怕不是给自己订了个死亡套餐？现在看来，李克强的真正死因暂时被写进党内不公开文献。李克强可能亡于心脏病，但现在把本就焦头烂额的中央高层也下出个心计来不可。
李克强为什么猝逝的不明不白？前内蒙古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长杜文曾经披露，有2则传闻让李克强不亡都难。一个是海内外曾经盛传的席下礼上，这样的传闻是足以灭掉李克强的，但李克强并没有对此进行澄清。在李克强裸退后，另一个传闻也让他不得不亡。当时突然有种说法，说李克强在学袁世凯，他看透了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内政、外交、外贸、国防都会出大问题，他选择以退为进。他在等着习近平路线破产撑不下去的时候，他在复出收拾残局。杜文表示，当时他们在谈论这个传闻时都深感忧虑，觉得李克强非常危险，但是听熟悉他的朋友说，李克强觉得无所谓，都是外面瞎传，他完全不在乎。他居然说心底无私天地宽，哈哈哈。李克强的人生悲剧已经戛然谢幕，走完了他活得憋屈死得窝囊的一生。李克强生前在习近平的羁绊下艰难走过了2任10年的总理任期，没想到刚卸任就病逝，一切似已归于沉寂。只有他生前留下的这些金句还在中国老百姓的耳边萦绕不去。他说，地摊经济是人间最美的烟火。他说，还有6亿人月工资不足以1000元。他说，长江黄河的水永远不会倒流。他说，大道至简，有权不可任性。他说，人在干，天在看，苍天有眼。李克强为官一生，没有官架子的庶民作风，广泛赢得了民心。如果说他也是在演戏，那么全靠同行衬托。他演得情真意切，台词说的也都是人话。他生前让首富马云，不管是刺耳甚至扎心的话，请敞开来讲。对演员黄渤说，你不用念稿子，就讲你最想说的。他深入山区，探望贫困家庭和留守儿童，一句喂喂，我是李克强，让人泪崩。在洗礼的10年争斗中，名场面之一是李克强香港投票申中止。2020年5月28日，习近平伸出历史性的一指，强压香港通过港版国安法，宣布香港的自由已亡。而旁边的李克强则伸出中指，按下了赞成键的绿灯。李克强是什么意思？是心不甘情不愿，还是不想成为历史的罪人，才会释放出如此信号？名场面之2发生在2020年7月31日的北斗导航开通仪式上。当天官媒直播这个国家级的大排场，时任中共副总理刘鹤身为司仪，领导名单念得贼溜，念到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时，他特意停顿，让掌声四起。习近平慢悠悠地起身，微笑回礼，一切刚刚好。接着轮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，现场也响起掌声。李克强刚站起来准备回个礼，刘鹤1秒都不给他喘息，直接无缝衔接下一位常委的名字。李克强当场脸色一僵，站立尴尬，左右不是。全场观众都看得出，他是被当作一个背景板晾在那了。而习近平则在旁轻轻地转头，似笑非笑地扫了李克强一眼，像是在说，你也就这样了。李克强虽然一脸写满了这剧本我熟，但还是要强装镇定，演出一脸拥护习核心的忠诚模样，继续当好自己那个被掏空的总理角色。名场面之3，在14届全国人大会议上，李克强发表了任内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。相关视频显示，会议散场时，习近平和合作了10年的搭档握手，但只有1-2秒的时间，完了习转身就走。
过程中，习似乎也并未目视李克强。本来李克强和汪洋马上就要全身退场了，习在这个时候应该展现出很大气，来个热情熊抱什么的。看来他是连演都不愿意演，装都不愿意装了。而在李克强旁边的汪洋，一看到习近平走过来，马上转过身，转个头，也在表达一种沉默的分裂。名场面之四，在李克强卸任总理的前夕，他在与国务院工作人员告别时曾公开喊话：人在干，天在看，苍天有眼。民众纷纷猜测这是说给谁听呢？不过这话有点让老天爷做主的意思，不太像共产党人说的呀。看来在李克强的心底，也不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。李克强没能活到改革梦醒的那一天，却在70民弹那天，让整个中南海惊醒了梦中斗。谁说人死如灯灭？李克强70民弹，这盏灯不但没灭，还闪得北京高层眼睛睁不开。党媒前脚刚悼念，后脚就忙着删文，怕的不是群众怀旧，而是党内各派借追思打暗号。说到底，这场民弹纪念不只是给李克强的，更像是给当今体制开的警示墓志铭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